想过和他在一起一辈子。睁眼没？没有。为什么不睁眼？不诚实吧？肯定不诚实。和现任在一起后见过前任。比起现任，前任更能满足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新视频。今天呢是我们的一期 Q&A， 就是很久没有做 Q&A 了。然后今天的话题有一点点是沉重，因为是关于前任的啊。那不是你的主场。没有，不是，就是不只是前任，还有前任或者说以前曾经喜欢过的人，就是对。因为对冰冰来说，杰哥是我就是前任。呸，我就是初恋，说错了，以及现任。呸，你吹一下自己，吹。因为这次主题是以前任为主，所以我特地准备了一个这个。没想到那么快就用上了，快再吹我两下。好，说错了，只要听到不满意的答案，我就开始吹它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做的是一个很有趣的，相当于一个快问快答的类型。最近很火的，听到前任或者喜欢过的人做过的事情，请睁眼挑战。会放一段音频，然后都闭着眼。如果听到自己曾经对前任或者说对喜欢的人做过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就睁眼，觉得挺有意思。对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有趣的问题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什么条？先说好啊，先签个协议。那勾上吊100年不许变，然后不准生气，来啊，就是不能生气，听到什么都是过去式啊。听到和前任或者喜欢的人做过的事，请睁眼。送过他手工礼物。你为什么睁眼？你也睁眼了呀？我送过呀，我也送过呀。你送什么？不是，我也很正常，你怎么会有？我怎么不会有？喜欢过的人，我知道，高中的时候。对，高中的时候。情窦初开。是但是我是以好朋友的身份送给他了一个手表，然后还就是好像是手工叠了一些就是祝福的千纸鹤。意思是别人是直男。对。天哪，这个是高中的时候，就是情窦初开很容易。但是冰冰居然送给别人送过手工的，他都没有给我送过手工的礼物。你放屁！你说这个话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没送过？我送过，他居然忘了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给你找出来给你看。对这个。送过这个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多久时间？半年送的。对，这个是冰冰手工做的。他就帮我拿一下。现在都变色了。对，都变色了，好多年前了。然后这是桃心，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些照片。对，都是冰冰手工做的。对，我想起来了。然后上面还写了字。想起来，你居然会忘想起来了，我给大家念一下，冰冰这写的：半年风风雨雨，但也风雨兼程。半年我们就风风雨雨。对啊，我们爱的轰轰烈烈。然后就后面那句话是对的，我们还会有无数个半年，确实现在都数不清有多少个半年，不想数。我们都好年轻，看见就很像小孩。水泥它本来是一个机关，对，打开是一个桃心，但是它现在胶水那些已经掉了，因为太多年了。对，哇天哪，对，想起来，这个没良心，再吹一吹。刚才那一下突然没有想到，快把它保存好，冷静。好，保存。好，我们下一个问题。什么就下一个问题？你送什么？我吗？我就是一些手工的东西吧，忘了，好像一起去做了一些手工，肯定是送过手工的东西的。我不信你居然忘了啊！我信，我真的忘。我一个现任送的他都忘了，前任送的就更不用说了。到他的城市找他。没有吗？没有啊，我和他都在一个城市，没有去过。见过前任的家长。你睁眼干嘛？你还见过别人家长？
啊，我见过，我见过很正常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高中，然后开家长会，那个不算，这个算。怎么不算见过别人家长？我确实是见过呀。好了，你把眼睛闭上吧。我很诚实啊。闭上是你睁开了。就我是睁开，就是我曾经去他们家里吃玩过呀，见过父母，但就是以朋友的身份见过。想过和他在一起一辈子？睁眼没？没有。为什么不睁眼？不诚实吧？肯定不诚实。不是，说。想过没有？想过在一起一辈子？那个时候没想那么多。我不信。说实话，想过吗？想过，算想过。睁眼，先补一个睁眼。想过，因为我对每一段感情在当下的时候我都是很认真的，就也没有说想敷衍别人就随便玩玩，或者说设定一个期限。就是只要你谈恋爱了，你都会想和他过。不是没有，我是。不确定的，就是随便说说，但不像现在，我是确定100%会过一辈子的。真的，那个时候没有底气说，一定会和你过一辈子，就是随口说来哄人嘛，哄人。然后现在是真的是有底气，我可以对冰冰说，我说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，不一样，就是完全不一样。我理解，我大度。下一题。叫过前任老公或者老婆？这也没有，没真。为什么不这？因为没有，真没叫过，这个真没叫过。对，因为我不是很那个时候，而且那个时候年龄更小，更是不能接受这些称呼啊。就是其他亲昵的称呼可以，我觉得老公老婆听起来有点怪。我和冰冰都很少叫。对，确实就是某些夜晚啊，或者某些好的时刻才会叫。OK， 下一个问题。给前任写过情书？你写过？你写哦，就又是他，情书，就是情书，表白的那种，也不算吧，就是毕业的时候给他写了一些话，然后就是暗示，你懂吗？就是有一种暗示。天了！但是很尴尬的是，又有一个故事，但是很尴尬的是。同时那个时候有一个女孩喜欢他，给他递了一封情书，然后让我给他，让我帮忙送给他。不是，你好惨啊！这个是感觉像是那种电影的情节，就是那种情窦初开，BL 情窦初开那种电影，总会受伤，喜欢上直男，然后总会受伤那种电影，是真的。已经过去了，确实就是一次年轻的时候一次心动而已。好了，你呢？我写了很多呀，这其实我现在不怎么写那些文字，就我觉得很做作，很矫情。但是我以前，以前年纪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高中刚毕业那段时间，就喜欢写这些东西，就是很文艺的感觉。很文艺，然后我还给他写了，就是大概是周记吧，每周都会写一篇关于我们的那种东西，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就没有这些。不是，就是你不用。我们现在都改成拍视频了，还要怎么嘛？以前没有的视频就是手写周记、写日记一样的形式，写一些记录一下嘛。但是文字的表达真的不一样。现在谁叫我再写几百个文字，我真的要翻脸。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，我以前可以写，但现在你让我写那些什么又矫情又爱过来爱过去，就是我每年就周年的时候可以写一下。平时让我写那些东西，我就。算了，我们真的都不需要。我们年龄到了，其实我个人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改变，就是喜欢直接的表达出来。对，我不会用文字，我就是每次见到这个人就直接用嘴就说了，就不需要文字作为媒介去说写情书给他。对，我张开眼就说啊我爱你，闭上眼之前也说我爱你，很直接。还有前任的联系方式？睁开眼没有？没有。啊？没有吗？没有，睁开眼聊一下。没有，早就删了。之前是有，之前有，然后对，去年还有吧？去年没有，前几年有，但是后来我看他在那个社交平台发一些我不喜欢的言论，然后就把他删了。
就是我觉得三观都完全不同，然后我就把它删了。为前任伤心落泪。这道题，我感觉这一题就是在给我下陷阱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今天是你的主场，全是热前任的问题。好热啊！你没有为当时就是知道他那个女生给他写情书之后，你没有伤心落泪吗？伤心啦，但是不至于落泪，不至于落泪，就是心里面落泪，心里在流血。都不能，就是那个时候的高中的那种感觉，就喜欢上直男那种感情都没有办法说出来，真是没办法说出来。对，虽然我没有喜欢过啊，就是。然后我的话就是很正常嘛，因为我当时是全身心的投入的，就是不管是分手之后争吵架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落泪。而且那个时候年纪很小，对，就是很容易情绪化。对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很少会落泪。就是我和你在一起就很少伤心落泪，伤心都很少，更别说落泪了。好，下一题。说过前任坏话。这没有，没这，不是他不诚实，我说的说谎，说也不是说坏话嘛，我就是再说，好说过，说点前任坏话怎么了？说前任坏话怎么了？不是很正常吗？如果他完全没有坏话可说，那可能就不会分手，就没有你。是啊，说过，我也说过喜欢的人那个，但是对吧？我也觉得你曾经喜欢那个是他有眼无珠。我主要是说那个人的坏话，他的对象说那个女生的坏话。哎呀，好小，好小气啊！别人对象谈恋爱了，他说别人，因为当时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两个人认可 AA 制这个事情，这也是我们当时分手的一个导火索。我知道。然后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一直记得，因为刻骨铭心。当时他因为我有1块钱没有给他，他就很认真的问我要1块钱。他说那1块钱怎么你没有给我。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，太斤斤计较了。对，就太斤斤计较。1块钱，其实分手也不是这么简单，就是因为对于未来人生规划不同了。那个时候我自己开始觉醒啊，就我发现自我开始觉醒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我的未来，我想我未来什么样，我的人生是什么样。然后发现他和我根本不是同路人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好，那就分手。所以这件事也是分手原因中的之一而已。之一吧，这也不算真正的原因，只是我平时开玩笑会说这件事情，真的有点离谱真的觉得真的有点好笑。确实啊，对啊，但是真正的分手的原因其实就是对于未来的看法不同了。好，这么紧张？和前任复合过？真的没有？真的，就是吵架，很多年前就吵架复合嘛，很正常啊，这是。我不，等一下。复合过几次？2-3次吧，忘了，真的忘了，但是大概就两三次吧，就吵架，有些时候吵架，然后就会复合。再延伸一下，一般谁说分手？都可能会说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，刚开始的时候那段感情也不算很正统的恋爱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就感觉没有那么正熟，对，就是不够成熟。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，就感觉玩一玩，然后后来发现时间久了，就感觉吵架想要分手啊那些就有点难分了。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刚才讲过的，然后才分手。好，下一题。这你明明都知道，你非要再问一次。我想让大家了解清楚。分手后偷看前任的动态？这没有。真的，我真了啊！那不是偷看吗？我明明刚才还说过，我看他还活着没？没有，就是偶尔会看一下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因为身边的朋友他基本上都会看前任的动态。你没有看过当时喜欢的那个男生的动态吗？看过，那就是很正常。那你更别说前任了，就是你想知道，大概知道一下吧，了解一下他的生活。也不是并不是想了解一下他的生活，就是确认一下他过得没有好。
是吗？你说话真的很难听，真的吗？不是，但其实他过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很久，说实话我也很久没有关心过这个东西了。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之前的那些好朋友，有一些共同朋友嘛，我有时候会问到。其实我更多的，我说实话，刚才就开玩笑，我更多的想的是希望他也好。因为就毕竟是曾经爱过的人，付出过真心的人嘛，也是付出过真心的人。因为只是说没有缘分走到最后，我当然还是希望他，这是我真实的发言啊，就是当然还是希望他过得好。哇，大家看看，但是杰哥的心胸不是，但是不能比我好。还喜欢前任？怎么可能？这什么题？这个啊，你该不会没有啊？我是想偷偷的看你延伸一下，你最近几年梦里梦到过？没有，这个迟疑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想看你的眼神，肯定没有啊，有什么好？没关系啊，梦他是直男，拜托，也是，而且他现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而且他也结婚了，那挺好，祝福他，是吧？祝福他，真的。好，下一题。和现任在一起后见过前任？这也没有。真的，但这个事情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冰冰是知情的。对，我知道。就是我们俩刚在一起就1年左右的时候吧。对。然后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回家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学校，我就要去接他。我发现，哎，旁边就是我前前任工作的那个星巴克。对。然后我就去要了2杯咖啡。他顺路过去要了别人2杯咖啡。我顺路过去，因为当时有他的微信，然后有他的联系方式，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说，哎，等会儿我要走你那儿过，要不你做2杯咖啡给我喝。给他介绍了那个冰冰，就说怎么，然后他也给我做了1杯，然后也给冰冰做了1杯，就是这样见过。冰冰也知情，那也是好多8年前的事情，7、8年前的事情了。比起现任，前任更能满足你？睁眼没有？没睁眼，就是和你在一起的各种体验，就是算什么呀？不一样，当然我也没做过对比啊。你那个什么表情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话有点听起来有点奇怪。不是，我也不是说做对比啊，就是你是最棒的，我们俩是100%契合的，就是我是那种你要身体上的共鸣，首先是得要灵魂上的共鸣，你和我在灵魂上是最共鸣的。所以我们在身体上也是最共鸣的。哎呀，多的就不要说了，是吧？你干嘛脸红是吧？这脸红了，这有什么好脸红的？红了吗？红了。后悔和前任分开？这也没有。真个屁呀！从不后悔。就是你睁眼了。如果不和他们分开，没有那些经历的话，我也不会遇到冰冰，而且就没有之前那些经历的话，可能我也遇到冰冰的时候也不会知道有一些感情怎么处理。但其实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对，都是2个人慢慢学习，然后一起成长，对，一起成长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呢？然后干嘛？怎么说出来接了跟我？你有更了解我吗呢？也没有更了解吧，这些之前都大概都了解的，就是，但是我了解了一下，就是因为你之前跟我说过高中喜欢的那个人，但他基本上不会不好意思去拿出来很认真的细说，对，什么像给别人折天纸鹤，还给别人写情书，闭嘴了，而且最可恶的是还给别人现在的老婆送过去。对前任的问题就还好，对我来说就还好，对我们俩来说，对就很坦荡。为什么我们会每次遇到前任的问题，我们都会很直接、很明了的来说，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之前，他就了解我所有的过往，对，我会给他说我们每一次每一任情感，然后怎么在一起的，怎么分手的，怎么结束的，怎么开始的，都会知道，然后就没有任何的隐藏，所以当然就坦诚相待。倒是我们现在确实蛮坦诚相待的，就没有说那方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情侣 Q&A 之前任话题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听我们聊天的 Q&A 的话题的话，或者说想讨论的一些话题，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在评论区抽取一些有趣的话题来给大家进行答复。就感觉每次拍完聊天的视频，大家就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我们。对，就这个时候。
这个视频相比于整蛊视频来说，可能没有那么有趣，但是更深刻一点。对，更深刻，就是更能让我们了解彼此。对。不是我们已经够了解了，是让你们大家和我们更了解彼此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拜。